下面学习身片，分左右身片，分别编织，然后与前后片领口位置缝合起来。先编织右身片，分为身体和前后胸片。完成后编织包边。先学习身体，采用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起针，来回往返向上编织，左侧边缘不加不减，右侧进行加针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起针，注意使用对应型号的环形针编织，这里采用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起针，具体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第一针起好后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。继续起针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四针，每次入针都是在2个线圈之间。继续编织编起下针，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。起针完成后至第一行，这里我以小码为例进行演示，大码可以学会方法后对照图解编织。第一行对照图解，先织4针上针，
3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第1行完成。我们将起针线头在左手边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至第2行，对照图解编织相反针法。大家也可以对照纹理编织，下针纹理对应至下针，上针纹理对应至上针。线圈织完后，这里进行卷针加针。这里由于下一行开始是织1针上针，为了方便编织，编织右上卷针，将织物转移到左手上，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下方，绕一圈，将线圈挂在左针上。看一下下方纹理，右侧的线在上方，继续再织6针卷针。完成后，第2行就织好了。继续织第3行，在正面编织，开始对应至4针上针，可以看到这里卷针位置形成了这样的上针纹理，线圈不会松散。编织时不要拉太紧，防止肚线过长。继续织3针下针，4针上针，下面是穿过左针的盖针，右针将左针上第3个线圈挑下，注意线在后方。然后织1针下针，1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完成。继续织1针下针，这样1针穿过左针的盖针就织好了，后面剪成盖针，继续织2针上针。第3行完成，接着织第4行，继续对照纹理编织。
遇到挂针位置，正常编织上针。结尾继续加针，这里可以看一下下一行开始至上针，继续至右上卷针即可。第4行完成，继续至第5行，先织4针上针，3针下针，3针上针，一针左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，先将左侧2个线圈调到右针上，注意将线先放下来。左针从后方穿入右侧线圈，松开右棒针，右针从前方穿入左侧线圈，再套回左针上。交换好线圈后，对应织一针下针扭针，穿入线圈后方这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下针扭针完成。可以看到下方的辫子是扭转的，然后织一针上针，左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就完成了。可以看到原先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继续织一针下针扭针，右针穿入线圈后方这根线，对应织下针，下针扭针完成。下面是右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，先交换左侧2个线圈位置。注意右侧的线圈在前方，左针从前方穿入这个线圈，然后对应织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右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就完成了。可以看到原来右侧的线圈在上方。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
第5行完成。下面至第6行，先织2针下针，3针上针，3针下针，下面是下针扭针的符号，反面对应至上针扭针，将线放到针的上方，右针从左向右穿过后方这根线，织一针上针，上针扭针完成，可以翻过来看一下，是下针扭针的纹理，与下方扭针位置是连续的。继续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扭针，将线放到针的上方，右针从左向右穿过后方这根线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扭针完成，继续织完这一行。结尾卷针完成后，第6行就织好了。接着至第7行，对照图解编织。在卷针位置织下针扭针时，正常编织就可以。下面我再演示一下盖针的织法，右针挑下左侧第3个线圈，然后对织一针下针，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一针下针，盖针完成，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第7行完成，后面第8到9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10行卷针之前的针法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卷针位置看一下，下一行开始是下针扭针符号，为了方便编织，这里卷针需要编织左上卷针，将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绕一圈，套在左针上，左上卷针完成，继续织完对应的针数。第10行完成，后面的第11到16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注意，第16行结尾卷针加针，可以织左上卷针，
也可以治右上卷针。下一行开始是下针，两种加针方法都可以正常编织下针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17行，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遇到右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，先交换两个线圈位置，右侧线圈在上，然后对应这一针上针和一针下针扭针，右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完成，在这一针下针扭针，一针左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，先交换两个线圈位置，左侧线圈在上方，然后对应这一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，左上扭针与一针上针交叉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第17行完成。身体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编织，左侧不加不减，右侧在反面一行结尾进行加针。具体卷针织法可以根据下一行开始的针法确定。下一行开始是上针，前面一行结尾织右上卷针；是下针扭针，前面就织左上卷针。如果是下针，两种织法均可，通常情况建议织左上卷针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。只要织完后边缘纹理美观不松散就可以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将身体部分织完。下面学习胸片，这里分为前胸片和后胸片。先接着身体的线，先编织前胸片，腋下位置减针，然后不加不减编织，边缘位置继续加针，织到领窝收针前。先往返编织这一侧领结，领口处减针，边缘继续加针，最后还剩一针时收针。最后的收针方法比较简单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头穿过线圈即可。最后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就可以。然后接线在领窝处收针，编织右领肩部分。方法与前片右领肩类似，结尾修针即可。这里领口减针时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减针后面是一针下针扭针时，对应织下针扭针，然后收针即可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，针法及位置不做参考。这里小样演示收3针的情况，先正常收2针。
第3针需要将右棒针的这个线圈收掉，下一针对应图解至下针扭针，然后收一针即可。这样对应的3针就收好了。后面遇到这种情况，均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对应编织，然后收针。这样前胸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后胸片。在腋下位置接线收针，然后往返编织。腋下位置先减针，然后不加不减编织，最后引返编织。边缘不加不减，最后在领窝处收针。方法与腋下开始的收针方法相同，不需要接线，直接对应收针即可。这一部分编织的方法与后片肩部类似，最后与前胸片肩部合并收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参考之前的演示将其完成，这样胸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在织片正面侧边，也就是这一侧不加不减针边缘，起针处及加针边缘，一直到肩部这个收针位置进行包边。这里织包边之前，先预留包边位置3倍多一些的线用于挑针，线头较长可以先缠绕成团，从后领窝处开始挑针编织，注意均匀挑针，保证织物平整。可以先挑一小段，然后织包边，方便发现织物不平整时拆线重新挑针。具体包边的织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先织包边，这里为了效果美观，先留出编织包边位置3倍长的线头，可以稍微多一些。在织片正面边缘动眼挑针，如果在收针位置挑针，穿入收针下方动眼挑针就可以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织物形状不做参考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注意使用预留的线头挑针。在需要包边位置，均匀挑出适当的针数，保证织片平整美观即可。小样入针位置随机。完成后，将剩余的线头在反面收好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接着，将线圈挪到棒针另一端，从右侧开始织包边，接着挑针开始位置的线，穿入第一针线圈起3针，穿入，挑出，从右往左套在左针上。第一针完成，继续再起2针，
注意套的时候扭一下。接着织2针下针，然后同时穿入左侧2个线圈后方。织1个下针，这样就与挑针的第1针合并起来，然后左针挑下右针的线圈，再织2针下针，可以织的稍微紧一些。然后将左侧2个线圈并针，注意穿入线圈后方的线，织下针，这样正面形成这样连续的链子纹理，比较美观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最后2个线圈并针完成后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，穿入缝针，穿过线圈，可以多穿1次收口。再反面打结收好。将2根线头藏好，这样包边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右身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左身片，采用编织边起下针的方法起针来回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身体、胸片和包边。在正面左侧加针，右侧不加不减编织，加针方法与右身片类似，这里是在正面的结尾加针，方法相同，注意根据下一行第1针编织的针法决定卷针加针的织法，只要织完后卷针加针部分不松散，方便编织就可以。后面的前后胸片，先织后胸片，然后编织前胸片，并在肩部合并收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
这样左身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左右身片领口位置与前后片领口位置缝合起来，将织物均正面朝外，肩部拼接位置对应。左右身片在外侧，用系腰扣固定好，然后将身片不加不减这一条边相接，与后片领窝居中位置对应固定。回到前片，先将左身片领窝与前片领窝对应，织物边缘一定要贴合美观。然后将右身片领窝处放在上方重叠对应，多找几个点固定，然后用编织左右身片的线，在相接处挑边缘缝合。这里织物侧边按照前后片身体侧边缝合方法分别挑线缝合。收针位置按照针与针的连接方法缝合。身片重叠位置，也就是身片这一侧缝合时需要同时挑起2层织物边缘。注意不要漏掉其中的一层。这里针与针的连接方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方法后将其缝合固定美观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，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，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，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
这样就缝好了。到这里，身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袖子，分为袖身、袖衫和袖口。袖身采用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花样与身片相同。边缘不加不减编织即可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其完成。袖衫接着袖身往返编织，并在两侧减针。方法与腋下减针类似，最后扶针收针。具体扶针收针的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袖身和袖衫织完后，下面将袖身侧边缝合起来。方法与前后片身体下摆侧边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编织袖口，用对应型号的棒针在袖身起针处均匀挑针，具体针数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注意总针数应为双数，然后绕圈编织单螺纹，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
方法与前后片、绣边的织法相同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将绣衫与身片的绣洞位置缝合起来，腋下位置对应，绣衫中间位置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边缘多找几个点固定，然后分别挑针缝合。方法与身片与前后片领口缝合方法类似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袖子就将接完了。最后学习盘扣是这样的2对，每对2个，一端有线圈，一个线圈缝合起来，并缝合了珠子。需要先钩织绳子，然后盘出扣子，最后缝合到身片对应位置。盘扣绳子的钩法和盘扣的定型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注意演示的扣子有一个结，实际大家可以将绳子开始预留出一段作为扣眼，这个扣眼大小可以穿过珠子即可，注意不要太松，不需要留出结，缝合珠子的一端，同样留出扣眼，最后将线圈中间缝合在一起就可以。大家参考视频演示，对照成品，将盘扣制作完成。请看演示。开始先钩织绳子，拿起对应的线，先留出约4米长的线，然后锁针起针，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套到钩针上。接着将下方线头从下往上挂到钩针上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继续将线挂到钩针上，绕线穿出。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钩到差不多50厘米的长度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，钩到合适长度后，2个线头分别预留一点线，然后断线。将钩针上的线圈拉大，将线拉出，2个线头打结固定。剩余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另一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好。往下准备一根长线头，穿入细针，备用。完成后开始绕出盘扣形状，这里需要借助珠针辅助，然后可以找一个泡沫板或者软垫，先将纽扣结固定一下。然后将下方其中一根线绕出8字形，上方的圈稍大一点，这里最长差不多7到8厘米就可以。
然后将另一个线沿着上方的圈绕一下。一端线头在旁边螺旋绕一下，另一侧同样螺旋绕一下，两侧的大小和位置也差不多对称。然后使用较长的线，在两个圈外呈八字形绕一下。这样盘扣形状就绕好了，最终形成这样的效果。这里盘扣的形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完成后整理一下，两端要对称，并且要美观。整理完成后，往下用之前准备好的线固定一下形状。尽量在侧边以及背面入针。
固定完成后，如果剩余的线较长，可以用于后面的缝合；如果较短，可以与开始的线头打结，然后将线藏到织物背面即可。这里绳子多出来的部分，预留一点长度后剪断。然后解开，将线圈的线拉出，两个线头打结固定。用缝针缝到盘扣的背面，进行固定即可。盘扣接头的下方两根线可以合并缝几针固定，更为美观。这样有结的盘扣制作方法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制作好的盘扣对称缝合在身片相接处。一对在后片位置，距离领子5厘米左右，有线圈的一端在左身片上。缝合时注意扣眼与珠子一端不需要缝合到身片上。另一对在前片交界处，距离领口大约6厘米，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使用盘扣同色线缝合固定，注意不要固定到前后片的织物上。有线圈一端在右身片上，没有线圈一端在缝合好的线圈末端居中固定一颗珠子。缝合完成后扣好即可。最后在前片盘扣下方间隔大约5厘米处缝合固定一下。方法没有要求固定牢固即可。袖口位置还需要竖向固定3颗扣子，这3颗扣子的位置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。具体扣子的位置及排布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这样盘扣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